你好，我是 Ringo。说在前面啊，这是封情书，有点长的情书。大家都懂什么叫情书吧？同桌吃饭不掀桌是上桌吃饭人的基本礼节。最重要的是，你要想骂你就骂奥康，你骂他就可以了啊，不要波及我们这种本来就没什么流量的博主哈。我跟他之间那可是清清白白的呢。当我们盯着每一个车手放大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个个都有好故事，无论他们来自什么背景、家庭，在各自自己的世界里都闪闪发着光。因为中文互联网没什么人特意去放大看奥康这段发着光的故事，而碰巧他的故事闪到了我，所以容 Ringo 造次，容我公允又不失主观偏爱的写关于奥康的故事。一来这是我一直想做的内容，二来也算小小替他庆生。9月17日28岁的奥康生日快乐。奥康的来时路跛行，但并非不顺遂。奥康5岁开始接触卡丁，8岁开始跑比赛，16岁开始跑方程式比赛，18岁第一次在阿布扎比跑 F1 的练习赛，20岁不到待打半个 F1 赛季，21岁正式拿到全年 F1 车手合同。从没听过这么顺遂的、这么天之骄子一般的介绍奥康早年的入行经历吧。所有人提到奥康，包括他自己，都会说他的赛车事业开始于他家庭的极大牺牲。他们家在围场是独一档的穷，他父母是倾家荡产在支持他赛车事业的起步。但是就结果来看，他们的投入产出很高。最艰难的是开始的那几年，就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奥康的父母卖掉了家产，一家3口加一只狗狗，住在那种可移动篷车里，他们叫 caravan， 那就是他家的 motorhome 了。直到他12、13岁的时候，埃里克·布里尔发现了他，把他签进了雷诺 F1 车队的姐妹公司，叫 Gravity Sports Management， 签约路特斯 F1 青少年发展计划。从此他有了来自家庭外部的支持，保障他能够继续参加比赛，他家庭的财务压力得到了极大的缓解。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财务窘境是发生在他8岁开始跑比赛到13、14岁这几年的。奥康的父亲是个机械师，西班牙人，他们原本的家就在自家的修车行的楼上，他们有一间 mechanic shop。 贫穷富有都是相对的概念，如果他不去跑比赛，父母共同经营一家铺子，他们应该是个生活不错的小家庭。跑卡丁的这些年，父亲要求奥康也参与到日常关于车的维修调教工作中去，住大篷车满欧洲跑也没耽误他收到考卷和成绩单。除了法语，奥康同时掌握英文、意大利文还有西班牙文。父母觉得他们的独生子需要掌握这些技能，如果赛车这条路杀不出来，将来至少还有傍身的本事用以为生。对于绝大多数开上了 F1 的车手，大家都说自己早早就梦想什么憧憬什么，但是奥康他们家早早划定了的是还能剩下什么。在卖掉了房子和铺子之后，如果梦想走不通，还能剩下什么？在他家这件事儿就是 all or nothing 的一条路，是牺牲也是极高的风险，成了是千倍百倍的收益，不成便是一无所有。我们去看奥康提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讳言，甚至很开心。他愿意多提几句的也主要是这个时候的经历。他小时候从来没有去过其他小朋友的生日 party， 没有去度假去滑雪的日常，这样的小朋友长大了居然能够步入 F1 的世界。其实他父母是非常鸡娃的，他很早就知道自己不可以失败，失败他们会一无所有。但同时奥康也是非常享受那段时光的，他被照顾得很好。别人有技师、营养师、体能师、处理文书的律师，甚至给孩子现场拍照的摄影师。奥康小朋友只有爸爸妈妈，他的爸爸妈妈2个人完成了一切他需要被保障的工作。在别人预算装备都充足的时候，这位法国小孩只有一个使用过的底盘，2个二手的发动机，保存好测试用的轮胎，还要去垃圾箱捡一些其他孩子丢弃的还能用的轮胎回来。我想那会儿年幼的奥康虽然辛苦，虽然物质条件不及周围人，但他应该还是挺快乐的。他被他的父母坚定地支持着。其实他们最终能够成功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不只是钱，自身的天赋、能力、际遇，这些都是未知的。事情不是我们坚信、坚持、努力就会朝着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事实上他后来的路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个项目的不可控因素太多了。可是在当时，
纵然他们并不是大户人家，当看到孩子在这项中产只能随便过瘾的项目中展现出过人之处的时候，居然选择了倾其全部去支持他。奥康自己说，异地而处，他不一定能够做到。事实上，那个时候除了他的父母，周遭再没有人认同他们的选择了。他的老师就像很多故事里的好心老师一样，告诉他 Esteban， 你该放弃了，这跟网球一样，最终你会什么都没有的。但他的父母选择站在他这边，被这么直白的爱着，坚定支持着的 Esteban 小朋友，大部分时候应该是挺快乐的。奥康一直都知道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家没钱，不是给孩子制造焦虑的父母说辞，是真的没钱。钱在他喜欢的想追求的这个项目中太重要了，重要到父母再爱你也没办法粉饰太平。别人输了会去继承上亿资产，你输了会一无所有，会非常麻烦。但是在奥康年幼的时候，他的父母并没有正面告知他这些事情，只是这样自然地发生着进行着，他从来没被告知我们为了你的热爱砸锅卖铁卖房卖地。他回想起那段时间的经历，都是些快乐的场景，什么去摩纳哥比赛，推开篷车看到外面的景色，觉得自己开心极了，什么他觉得他们家的 caravan 可酷了。他说他只管赛道上的事情，其他的都不用他操心。这是多要强的一对夫妻，一对父母啊。奥康的父亲年少时热衷自行车，是个 cyclist， 但是他15、16岁时就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能再继续了。他身边没有足够的人员资源让他继续这一切。是最近奥康才知道，他父亲那时候就在想，如果他将来有孩子，在某项运动上展现出天赋和热情，他一定不计代价地帮他。那时候的奥康让我觉得很像我们当下这一代的奥运健儿们，吃了很多训练的苦，生活的苦，但没受过生活的委屈。比赛场上还是赢多输少的，家里不富足，但是来自家人的爱管够。那时候的奥康其实不缺什么。都说什么拿一生治愈童年，奥康更像是反过来，因为他在年幼时足够特殊的经历，伴随一路从未被击垮的充沛的勇气、无畏还有爱。后来发生什么，无论多么超出他处理问题的能力，无论他多不喜欢，多么学不会，但最核心的东西他一直持有着。他一直能记得自己从哪里来，记得自己走到现在仰仗的是什么。他童年时候的功课真的很特殊，以至于松弛放轻松这种心态，这种体验在他整个竞技生涯可能都不会出现。一路披荆斩棘幸存下来的人是不会习惯杨柳拂春风的。可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这是我个人走过弯路找不着北，交了学费之后才理解的道理。记得自己从哪里来，记得自己是怎么笨拙怎么颠沛的走到今天，记得自己受过的委屈，记得谁帮过我们，谁为我们牺牲过什么。往大了说，就好像国家铭记历史，民族不忘先祖一样，那不妨碍你未来更加繁荣昌盛，但会让整个群体有更坚实的力量来源，有更坦然正视当下自己和眺望未来的能力。奥康的上升通路从来没平坦过。2012年，不到16岁，奥康从卡丁正式毕业，开始驾驶单座舱方程式赛车，跑了各种雷诺方程式欧洲系列赛。2014年18岁，欧洲 F3 冠军，那年的季军是维斯塔潘。当然拿了这个季军， Max 就升上了 F1， 奥康则没有。奥康是继2009年比安奇以后，又一位在欧洲 F3 夺冠的法国人。那年也是他第一次在阿布扎比代表路特斯车队参加 F1 第一届自由练习赛。2014年底到2015年，拥有这样辉煌过往战绩的奥康几乎要去跟他爸一起回去经营修车铺子了，因为路特斯没有钱了。对，就是欠了莱克宁薪水的路特斯车队，他们的那个 Gravity Sports Management 也没有钱了。奥康自己说，那个时候他觉得很不公平，本来他坚信自己是要开上 F1 的，但现在他要担心自己没有比赛可跑。他那时候肯定不知道不公平的事情多着呢，后面还有。因为当时是用梅奔引擎参加 F3 的，于是他认识了 Toto 并向 Toto 求助。17岁的男孩子一直给 Toto 打电话，没什么策略可言的对话，他就是直白地告诉了 Toto， 除了你，我没有其他机会了。然后2015年，奥康被梅奔年轻车手计划签下，同年拿到了 GP3 的冠军。其实一直以来他有的选择都不多，像前几年那样有父母坚定选择他的时候已经一去不返。这个项目掺杂的金钱外部因素太多了，对于奥康来说，有什么机会那就是什么，没那么多的可选项。2016年，作为雷诺后备车手参加了4次 F1 练习赛，
然后到了下半赛季，他就迎来了在 F1 正赛的出道。马诺车队是众多在 F1 历史上存在过的一支小车队，这支车队其实只跑了1年的 F1， 就是2016赛季。原本的车手阵容是维尔莱因和印度尼西亚车手 Haryanto， 但是开到一半，印尼车手的赞助商没按时付钱，于是他就没了位置，车队就找了奥康来代打。20岁的奥康从比利时站起，坐进了 F1 赛车里跑了半个赛季。2017年，21岁的奥康终于来到了单座舱方程式赛车的最高殿堂，他拿到了印度力量的正式车手合同，得以晋升 F1。那也是我第一次真的注意到这位车手，就感觉他不声不响的一直在拿积分。那年他以车手积分榜年度第8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新秀赛季。只是故事并不总如我们所愿，你非常非常努力才得到的东西，别人是可以轻而易举到手再肆意挥霍的。才华如是，财富更如是。2018年，印度力量车队没有钱了。关于印度力量一段队史，可以在 BWT 粉红力量这期内容当中看到啊，感谢各位合作伙伴的回看。完整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只是奥康本来有2份在谈的合同，他知道自己下个赛季会离开，并不是没有其他车队可以去，但是一直到赛季末很后面才真的知道自己原来会没有车开。换句话说，他被放鸽子了，跟2014-15年差不多，事情再一次不由他掌握了，与他的赛道表现无关。2018年，我去看了全年最后一站的阿布扎比站，因为本来我以为那是莱克宁的最后一站了嘛，那谁知道他又签了索伯呢，对不对？但是那一站的阿布扎比是我真的觉得完了，大事不好，我可能有点喜欢奥康了呢。那个时候已经确认了 Lawrence Stroll 的赛点收了印度力量的家当，并为 Lance 谋到了一个确认的席位，另一个席位依然归属于佩雷兹。那一站不是莱克宁的最后一站，却成了阿隆索的最后一站。烧胎、甜甜圈礼遇、Kimoa 的帽子卖到脱销，但是其实那也是奥康的最后一站，他没有2019年的车手合同了。那站他没能完赛，就这么从我眼前走过去，还差点挡到人家后面进站的车。没什么人在意这些，我出去默默买了一个还剩很多没卖光的奥康的帽子。能力不及人，输了这没什么，但我家没你家有钱，无论我实力如何，我都失去了竞争的机会，这也很正常，我知道这很正常，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没什么的，成年人都是这么跟自己说的，很正常，我知道，但我还是没办法喜欢，我不喜欢这样的故事，谁又会喜欢呢？我不知道视频对面的合作伙伴有没有在某些时刻埋怨过自己的父母，埋怨过因为他们不够有钱，不够有社会地位，所以让我们少了很多机会。这听起来好像太过分了，太不孝了，但我个人确实在这样的思绪怪圈里挣扎过，不甘过。我在更年轻、更自以为是的时节，真实的面对过这样的委屈。明明我是比你强的，只是这一个因素比你低了些，那些我认为那么重要的东西便不是我的了。人嘛，愚钝执着的时候，一直盯着一片叶子看，越看就越挡住了视线，看不清其他的了。原来我们非常努力才能得到的那么珍贵的东西，别人是可以轻易到手的。机会面前从来不是人人平等，得到和剥夺都那么轻而易举，那能怎么办呢？擦擦眼角的泪，掸掸身上的土，就长大吧。爽剧只能下饭，那不是真的。那个时候刚刚感知到这些，而决定长大的我，坐在阿布扎比的看台，看到了从我眼前走过的奥康。我真切希望他可以再回到围场，再与这些或强过他或比他菜的 F1 车手们同场竞技。那感觉就好像是我可以输，或者我已经输了，但希望你可以不要输，你不要放弃，你不要也没有机会了。可能就是因为我人生的某个阶段跟他人生的某个阶段，在我的视角下产生了一点雷同，一点共鸣，于是心生爱意和理解，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吧。只是人生的际遇真的很有趣。2019年这一年，奥康失去了正式车手的位置，为梅奔车队担任测试车手。但于我个人，这一年非常非常不可思议。果然上苍有好生之德，跌到谷底的人是会被哄着继续好好生活的。打碎的自信和勇气，如果你不放弃，你继续重建自己，是真的会峰回路转的，哪怕与你最初设想的有出入。这一年是 Ringo 的开挂年份，就有种在牌桌上闭眼抓都胡牌的感觉，连去看演唱会都能抽中后台合影的那种。人生其实真的很漫长，一时的长短真的没什么。放卫星的喜悦本来就是极少数的体验，更多的时候，等和挨才是生存的诀窍。而在等与挨的时候，别闲着，去做点什么，那下一次天亮的时候，也许就还有咱的戏份。
后来很多人说，奥康2019年的测试车手工作完成得非常努力，非常出色。这一年我去看了上海、铃鹿还有奥斯汀，看到每一站他都尽量让自己出现在赛道上，就是转转被一些人看到，戴着耳机，也没什么社交或者说些什么，好像就是出现在那儿，表达下你们不要忘记我，不要忘记还有我这样一位优秀的车手在求职。到奥斯汀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了2020年雷诺的合同了。我戴着他印度力量时候的打折帽子，在奥斯汀的街上被一位 Tifosi 大哥高声恭喜着，明年他就回来了呀。后来他自己说，2019年的开年墨尔本站，他在停车场里哭。是啊，别人都去跑比赛了，他不能。他测试过反馈过的车在赛道上统治全场，但他不能上赛道驾驶这辆车。Toto 跟他说，你相信我，明年你一定有位置。但是他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 Toto 那么笃定，他也不想相信，因为怕期待落空。看咱平民家的小孩就是这样的，若最终一场空，就不要让我空欢喜了。回看这一年，奥康说他并没有虚度，他在梅奔学到了非常多，甚至很感激。他说他还是可以拿到薪水，与最好的工程师一起工作。说真的，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听一个 F1 车手说自己虽然没车开了，但是能拿薪水就是件不错的事儿。2019年12月，完成梅奔的工作交接之后，在阿布扎比为雷诺测试。他是从那个时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在一次次际遇变换中，依然可以驾驶 F1 赛车，于他而言是多么难得。他希望未来无论发生什么，自己都能够带着笑容驾驶赛车。他能再回到 F1， 与我就像是从前的期待真的实现了。我输了，但你不要输啊！你回来了，而我也没真的输到底。尤其是拿到雷诺长约的时候，在他进入 F1 2年之后，就并非因实力不济而被人夺了位置之后，终于可以在 F1 稳定生存下去。他凭本事翻掉了家境的不足，就是说哪怕有个富豪爹，哪怕出身赛车家族，这也是个很不错的成就了。2020年至今，奥康一直效力于雷诺 Alpine 车队。这期间他上过领奖台，拿过分站冠军，车队拿到过年度第4。5年之后，2025年起，他将离队并效力于哈斯车队。是不是觉得我避重就轻了？你想听的我都没说，别着急，慢慢听啊。没人喜欢奥康。其实被人喜欢这么奢侈的事情，对于一路目标单一、纵情向前的人，对于习惯认为想得到什么必须豁出去点什么、牺牲点什么的小镇青年来说，真的很难列入考量，很难视作是很在意的东西，无论他们是否真的在意。奥康与佩雷兹，奥康与维斯塔潘，奥康与阿隆索，奥康与加斯利。我不会跟各位合作伙伴讨论每一次的碰撞和不愉快到底怎么发生，又孰是孰非，那些作为情书内容显得太没温度了。我更想说的是，事情发生前后奥康的处理，还有去揣测下这位小镇做题家为什么会这样。我喜欢他也不代表我就觉得他都是对的，除了印度力量时代跟佩雷兹的几次不愉快。那时候是奥康 F1 生涯刚刚开始，他跑了2年就没位置了，这2年的队友都是佩雷兹。其实真的回头看他们之间的几次交锋呢，只会觉得那是个初出茅庐就展现出不输年长队友实力的年轻车手，谈不上什么太过分的，但他也无法像现在很多快乐的年轻车手一样就此翻篇。这2年对奥康的未来影响很大，对于他这样没有家族势力、没有自带赞助商的孑然一身的车手来说，面面俱到非他所长。比起单一的目标，好的队内关系、友好的竞争氛围又算什么呢？没有便没有了吧。如果有合作伙伴对佩雷兹家族背景感兴趣，可以去看这期 Gossip Time 关于车手父亲的内容。这2年的经历奠定了奥康未来的驾驶风格，就是他是和所有人战斗，不管是队友还是其他车手。我想如果当时的队友是一位实力碾压奥康的，或者被奥康完爆的车手，也许场面不会那么难看。毕竟围场里所有队内的兄友弟恭都发生在车子没有竞争力，或者一方表现大幅强于另一方的时候。我们不用太相信所谓职业性或者风度，千穿万穿，人性不穿。为什么汉密尔顿一出道就跟阿隆索矛盾尖锐？因为他一出道就强得可怕，就和别人争冠。领奖台车手是这样，积分区车手也是。我曾经开玩笑说，奥康就是个低配的积分区的汉密尔顿。路易斯走到今时今日，成为一个无比有魅力的汉密尔顿爵士，那是很多很多的冠军，很多很多的礼遇堆叠出来的，救赎出来的。刚出道的家境不好的黑人小哥，他是做不到的。奥康的天赋值、际遇、资源都让他无法复制路易斯的这条路，
他更多仰仗的就是自己手中不多但是好用的东西。赛道是车手的战场，战场打不赢，一切都是零。更何况奥康还经历过战场赢了也一无所有。他能幸存至今，靠的不是听车队话或者与队友交好，更不是靠车迷的钟爱或者一呼百应的商业价值。他能走到今日，靠的是他的速度和他遇佛杀佛、拦路折死的决心。奥康的爽文没有那么爽，坐进争冠车子里拿很多的冠军，万千掌声与鲜花，这些奈何他没有。可是长久的 F1 生涯，拿分的能力，上领奖台拥有分站冠军，这些怎么办呢？奈何他都有啊。我们通常觉得一位车手在队内较量的时候，应该在具体操作的时候给对方留有更多的余地，但是在与阿隆索和加斯利的队内争斗中，奥康都不是这样的。就算我理解这孩子的心理动因，也依然觉得他应该去找个地方跟信得过的心理咨询师聊聊，真的。至少有的时候，有的事情是没有必要的，或者发生了之后可以不去激化、不去恶化的。比如阿隆索公开表达了对他的不满，在这之后他是这么说的啊。一个性格圆融的有情商的人，或者是有专业经纪团队指导过的车手，通常只需要表达这中间的几个点，比如我依然尊重他，我会祝福他去阿斯顿马丁，我们私下没有讨论过，之后我们可以讨论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桌子下面的都翻上来，连自己多承担的工作都说。当然这可能都是事实，但是就没必要嘛。但是奥康没学会这些。还有跟加斯利的关系，坦白说，如果我自己能够有一个从年幼就相识的生命轨迹高度重合的青梅竹马，甚至大家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大家都历经艰险，终于来到了 F1， 终于都拥有了分站冠军，如果是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对方的。可是奥康没有跟竞争对手交好的能力，这对他来说太复杂了，他的处理器搞不定这件事儿，或者他觉得成为朋友会影响他在赛道上的表现，谁知道呢？但是不是朋友和交恶是有距离的，成年人没那么容易交恶，因为大家基本都能做到表面的友好，什么仇什么怨也不过就是不来往，见面点个头，就算使绊子也不会当面怎么样。但是他俩不行，好像汉密尔顿和罗斯伯格也不行，因为大家真实的拥有过共同的过往，不是你说你不在意那些事情，那些长大了回头看还不错的事情就真的没发生过。我去你家吃过你妈妈亲手做的饭，你开过我开过的卡丁车。一个有能力追求幸福的人是会放大这些美好的记忆，从一切美好的人和事上汲取力量的。很遗憾，奥康的力量来源更多是压力、竞争和苦难，他没有屈从于现实温暖的能力。那句我们不是朋友，对于真的不是朋友的人来说是没有任何杀伤力的，但是加斯利会像放狠话一样说出来。许是因为他们都还算年轻，也不过是20多岁，也许未来他们到了40-50岁，到他们结束车手生涯之后，回头看会更真切地感受到那些记忆里有对方在，一定是好过没有对方的，尤其是奥康。Ringo 不算什么长袖善舞的人，但自诩有尚可的交友能力，在现实生活中我应该不会跟奥康这种人成为朋友。但是作为车迷，如同我希望家境普通的他能够长期跻身 F1 车手行列，我也希望他能拥有普通人的幸福，希望像他一样艰难行进至今的人都可以拥有幸福的能力。人生不是一定要牺牲掉什么、毁掉什么才能得到什么、才配得到什么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既要又要的，真的可以的。再看与维斯塔潘的那次不愉快，赛道上的事情被罚子是应该，但很显然在事后他那嬉皮笑脸的德行惹怒了 Max 动手并收获了社会服务的惩罚。其实我看起来他俩根本连频道都没对上， Max 眼中奥康在无所谓的笑，其实他就是无措嘛，他不知道怎么不带尴尬大方回应 Max 的质问，不会坦然道歉，也不会玩笑解嘲，但 Max 不管，他大方横行惯了。很遗憾，但不得不承认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家穷，这不只是一个结果，这更是个因，是个会带来后来一系列后果的因。你不会什么，不懂什么，没见过什么，没学过什么，不会处理什么，很多时候都要残忍地归结于此。年少天真烂漫的时候不觉得，长大一点反而更明显了。但是再长大，再去见更大的世界之后，有可能会更从容更好的。Max 后来大大方方地让这一切翻了篇儿，他可能是真的觉得没什么了，咱们都做错了，都被罚了，就算了，咱本来也不是什么密友，赛道上也没什么直接竞争，未来也不至于尴尬。
奥康的温情时刻。这么拧巴这么孤岛式的一个人，除了同家人亲近，居然和围场中一个近乎跟他是反义词的人成了不错的朋友。如果说奥康像个围场车手圈子里的旁观者，那兰斯斯特罗尔又何尝不是呢？家里过分有钱和过分没钱一样，都是极少数，这造就了大家都与主流车手群体较为疏离，当然人家不太会跟谁交恶就是了。奥康虽然不是围场里的高薪车手，但自从回到围场，依然是席位稳定，不愁收入了。大家都是成年人，都不图对方什么，又都住在瑞士，做一样的工种，都没什么不良嗜好，待在一起彼此舒适，长期友好相处总是顺理成章的。关于 Lance 的家族故事，合作伙伴可以去参考 Ringo 的这期 Gossip Time 内容，那应该是全网最详细介绍斯特罗尔家族的内容了，看完就更加容易理解他跟奥康之间家境悬殊到何种地步。当我们完全没有可比性，完全没有利益冲突，完全不熟悉对方世界的时候，有时候人反而坦然了。其实和米科大概也是类似。我记得2018年日本铃鹿站的前夜季，几支车队的车手轮流出来，采访结束后，奥康特意绕路走到穿着粉红豹打扮的他的车迷身前去签名。看到今年上海站有车迷录下了他从虹桥机场出关，口袋里准备好了一支签名用的笔，发现有车迷要签，他才默默掏出来。就是说，如果没人想找他签名，他就不拿出来了。再设想下，此人是在飞机上就准备好了一支笔在口袋里，那是一支签名笔，不是日常用的笔。像不像等待心仪之人表白前就脑内自己应允时该作何表情了呢？很多海外分站都有车迷表达过，只要时间允许，奥康会尽量多的签名，尽量多的回应现场车迷。没人不希望自己能够受欢迎，能够被人喜欢，哪怕是他。小时候看《灌篮高手》漫画的时候，有一段印象深刻。湘北和山王对决之前，安西教练跟他们5个说，今天来的观众90%都是来支持山王的，没有人会相信你们能赢下比赛，在观众眼中你们就像是反派。于是湘北的5位就来劲了，哎呀呀，有意思啊，我们是反派呢。在做这期内容之前，我也有些许类似这样的小窃喜，那我要做一个既不算讨喜也没什么流量的车手的内容了，还是情书呢，因为我就是那一程来支持反派的人呀。我欢喜于他无论背景多么弱势，无论收获多少陌生的恶意，甚至被叫做最差的队友，但都无碍他凭借过硬的核心竞争力继续留在围场。我知道但凡有一点机会他就会拿分，但凡有一线可能他还可以上领奖台，我知道，他也知道。写下这封情书也许是我让自己成为一个内容产出者以来最想做的内容了，不是为了谁喜欢，不在意谁不喜欢，能完成它已经无比喜悦。如果视频对面真的有人看了，甚至看完了这封情书，对于我就是额外的嘉奖与抬爱了，谢谢你们。最后想引用奥康的话作为这封情书的结尾，这是他去做客一档名为 High Performance 的播客节目时被问到的内容。他们问他今天的自己想对年幼的自己说些什么，他的回答用来与所有看到这封情书的合作伙伴们共勉：不要焦急，事情都会好的。我想如果我那时就知道事情会好，我可能会更享受当下。前路依旧漫漫，敬过往荆棘，敬今日无悔，敬山高水长。我是这样健康好看有钱花的 Ringo， 祝你祝奥康都健康好看有钱花。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